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分享一款中种法制作的火腿肉松面包圈，既松软又节省时间。如果你做的面包出炉的时候很松软，但是第二天就变硬了，或者在揉面过程中面团出缸的温度过高，那么中种法可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。先来制作中种面团，水里加入酵母和少量的糖，夏天的话最好用冷水，冬天的话用和体温差不多的温水，帮助快速的发酵。少量的糖可以有助于酵母激发活性。混合之后，室温下静置10到15分钟。可以看到表面浮着一层气泡，说明酵母菌已经开始工作了。和面粉混合，直到见不到干粉。下手揉到表面大致光滑就可以了。盖上保鲜膜，室温下发酵30到60分钟。现在澳洲室温25度左右，面团发酵了45分钟之后，已经明显的膨胀。放入冰箱里过夜冷藏发酵。如果不想冷藏发酵，也可以直接用中种法进入下一步。搅拌盆里加入除了黄油之外的其他材料。冷藏后的中种面团有着非常丰富的蜂窝组织。剪成小块，加入搅拌盆里。用手撕的方法会破坏面筋的组织。夏天建议大家使用冷藏后的牛奶和鸡蛋，冬天就用室温的。由于加入了中种面团，你会发现揉面的时间大大的缩短，尤其到了夏天会减少面团温度升高的风险。搅拌到面团完全不沾底。能拉出厚膜的时候，加入软化的黄油，继续中速揉面，很快就可以揉出这样轻薄、不易捅破的薄膜。即使捅破，洞的边缘也是光滑、没有锯齿的。不断折叠，直到表面光滑。出缸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。中种法制作的面团，夏天的话可以不用基础发酵。如果冬天室温比较低，室温进行半小时左右的醒发之后，可以直接开始进行分割，分成9份，每份大约65克左右。滚圆。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5分钟。现在来做馅料部分，肉松加入日式美乃滋酱，混合成团就行了。台面喷少量的油防粘，取一块面团，光滑面朝下，擀成长方形，拍打排气。一定要把面团里的空气挤压出来，这样面团在2次发酵的时候才不会出现表面不光滑、开裂的现象。放上2片薄火腿片和肉松馅，由上至下的卷起，底部碾薄，收口处捏紧。做法基本和做贝果的方法一样。如果有纸托的话，放在这种直径大约9到10公分的纸托里。很多人做面包第二天就变硬，都是因为第2次发酵没发酵好。这个面团温度最好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，湿度大约75%。烤箱设35度左右，再喷点水增加湿度。如果发酵温度超过40度，2发发酵过猛，真正烤制的时候反而会后劲不足。发酵好的面团表面光滑，轻按表面会缓慢的回弹，如果不回弹，说明已经发酵过度。这时预热烤箱至175度，面团中间放几颗玉米粒，放入烤箱的中下层，175度烤至20到25分钟，
具体烤制的温度和时间要根据自家烤箱的情况进行微调。取出后转移到架子上放凉。这款火腿肉松面包圈柔软拉丝，组织细腻，夏天用冷藏中种法能够增加面包成功的几率。吃不完的面包放在密封盒或者密封袋，常温保存。这么好吃的一款面包，大家别忘了交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离开前千万别忘了订阅、点赞和分享转发。我们下集再见。